欢迎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走进天津卫视的大型情感节目《爱情保卫战》。本节目由中国广电天津公司独家冠名播出。看电视享五 G， 选中国广电。来看看今天请到的几位情感导师是谁？他们是青年作家文吉尔老师，欢迎；情感导师周小鹏老师，欢迎；情感导师于继静老师，欢迎；情感导师莎娜老师，欢迎。当然还有我们广电帮帮团的老师们，欢迎两位。来了解一下这对的基本情况，请看。我俩都是二婚，生完孩子以后本应该对我更上心，但他只会惯着孩子，看我哪都不顺眼。他太强势了，一点都不体谅我，还处处给我找不痛快，跟他在一起让我很累。我就是个纸老虎，家里大事都是他做主。他现在钱挣得多了，脾气也变大了，让我越来越失望。他管着钱，还成天抠搜的过日子。在经济上我没让他受过委屈，但他一点都不理解我。有请这对夫妻，有请。男嘉宾车先生47岁，来自黑龙江个体；女嘉宾于女士44岁，来自黑龙江自由职业。有请两位，有请。欢迎两位哈。再婚夫妻是吧？对，已经结婚7年了，有一个4岁的闺女。对，这多好啊！那今天为啥来呢？是我想来的。之前我们没有孩子的时候，他对我挺好的，但是现在有孩子了，对我不好了。啊？为啥呀？为啥对人不好？按理来说，有孩子是不是应该对我更好啊？现在动不动就跟我吵架，脾气也大了，所以我想让大家来给我评评理。嗨，行吧，您说吧。当时我俩在一起吧，我没想给他生孩子，后来吧，就是他啥叫给他生孩子呀？就是他不没有孩子吗？完了我就不想给他生孩子，因为我年龄也大了，高龄产妇嘛。我以前那段婚姻有一个儿子，今年22岁了。哦，懂了。您没孩子？我没有孩子，不想给人生。对，但后来吧，我俩处对象的时候，他送我各种礼物，后来又许诺说的，我以后一定会对你好的，所有的家务我都来承担，我再给你买套婚房。我就再三考虑，就同意给他生个孩子了。这事儿我怎么听着特别扭啊？这就相当于我拿一婚房，我买了一个娃，这女的还不想给我生，哄骗我说这么对我好，那么对我好的，完了说的我给你一套婚房，我对你这房子给了吗？没有啊。哦，所以你后悔了。就是孩子生了吧，也很不容易，也不顺利。我因为是高龄产妇嘛，40那年生的我姑娘。哎，当时体重已经220斤了，身体不允许了，孩子在7个半月左右吧就抛了。当时心脏也不允许，血压也高，挺危险的。在重症监控室里1天1宿，已经下了病危通知书了。后来就是生了我姑娘。就老来得子，我挺感激的。生完我姑娘，现在她只对孩子好，我俩就因为孩子老吵架。孩子不都说了吗？世上只有爸爸好唱。现在孩子唱歌都唱世上只有爸爸好。我有一个好爸爸，甚至说他是他爸爸生的。再就说，这个打击比较大，这个打击比较大啊。再就说以后养我爸老，我不养你老，我不养妈妈老，就这么说。不是，那你对孩子做了些什么道理？就是你千辛万苦的把他生下来。孩子平时我是管教的挺严的，那孩子上个卫生间，那么4周岁了应该让他自己提裤子就行了哈。我说的你别给他提裤子，他就非得要给他提裤子，我说他也不听，完了我俩老吵架。还有一次玩手机，我也说，我说你别让孩子玩手机，刺激眼睛哈，孩子太小，他也跟我吵架，不能老管孩子，孩子太小怎么的。你看孩子这么小，你也不能啥事儿跟他争风吃醋。哦，那也不能太惯孩子啊，对于孩子的爱2/3，对我1/3也行啊。就是说现在他对你没爱了，对呀，爱孩子没有爱。关键在这儿，听见没有？该爱女儿也得爱媳妇儿啊，没媳妇儿有闺女吗？他这不是典型的跟孩子争风吃醋吗？这我老来得子也不容易，我肯定更溺爱这个孩子。你有多老啊？我77年的。47岁，对，就老了，是看着挺老的。
不是你老来得子，你对媳妇儿好啊？谁给你生的呀？他给我生的。那不对人家好吗？是吧？啊，委屈。他现在怎么对您不好？我俩现在就是意见也不统一。就比如说2周半，我说上幼儿园吧，他就说太小了，不让上幼儿园。我以前是做日本料理厨师的，我想还做回我的就是那个工作啊。我说孩子送上幼儿园吧，他就说小，但是后来是送上幼儿园了，他就说小的。我觉得孩子太小，还是让他的快乐成长。幼儿园也总有病的孩子，所以说上幼儿园了。但是你说我是去做日本料理厨师了，1个月别人家孩子发烧感冒了，他也说别传染给孩子了，给孩子接回来吧。所以我上那个班吧，老请假，领导说你说你这个班还能不能上了？你这个厨师这个班别人也盯不了你，别人也不会这个手艺啊，影响您工作了是吧？对呀，1个月就能上了半个月班啊。后来人家也不用我了，也就能上1个月班吧。哦，就是在这里面心里有点不舒服，是吧？对，因为有了孩子，影响了自己的职业了。孩子现在在家，你也是说我管也不让，看我也不顺眼，我还不如自己出去工作得了呗。那你是觉得孩子重要还是工作重要？我也没说孩子不重要，我不也上班，完了也自己也带过孩子吗？不是，你们俩今天来干嘛来了？我突然之间就迷糊了。我就觉得生完孩子之后他对我不好。我没有听到他对你不好啊。平时就孩子脚搁他腿上，他都不说啥，或者搁他脸上都伸嘴里的，他也不说啥。到冬天我那个脚就是比较凉了嘛，腿凉了，我就搭在他腿上就说：“你那腿太沉了，别放在我腿上。”孩子怎么都行，你就对孩子的2/3的爱，对我1/3也可以呀。再一个就是我婆婆后来也来了，她说把婆婆接这边来，岁数大了，我说也行。完她说帮忙照顾孩子，我说行。但是婆婆来了，那矛盾也多了。婆婆跟我的生活习惯也不一样，比如说她想听2人转吧，我不喜欢听2人转，听的声音老大了。我跟我婆婆说，声音小一点的，你别影响到孩子这个教育啥的，我也不喜欢听，你能不能声音小一点？就是说了2句，她也跟我俩吵架。后来有一次我上卫生间刚进去，我婆婆就说着急要上厕所，我说您先别进来，就是那个地不滑嘛，有水，我着急上厕所啊。她就这么说，我说你先别进来了，你要卡了怎么办？她在那块都听见了，说我跟他妈俩吵，我妈这么大岁跟我妈俩吵啥？就进来也不为什么，就来跟我俩吵架来了。那你就不能跟我妈说话声小点儿？我也没跟他吵啊，平时我嗓门不就是大吗？我也没跟他吵，只是跟他说一说讲理嘛。我说的你别进来了，那卡坏了呢。之后呢？他也不为什么玩意儿，就把垃圾桶咵一下就拽碎乎了。我生气就走了，我拿着包说不过了，起来要走。那后来我不也给你接回来了吗？给你当时你是怎么跟我承诺的呀？你不说以后对我会好吗？什么家务都你来干吗？是我说过。那现在你是怎么做的？你干了吗？那你看我在外边忙，我要是出去改房车卖房车，我忙的时候我肯定是说干不了。那我平时回家我不也做到了吗？但是你妈妈后来走了，你就把责任都推卸在我身上了，老因为这件事来埋怨我吗？行，那咱再往后说呗。这婆婆走了，你觉得婆婆在的时候她对你不好，但现在有什么对您不好的？您接着说。现在我们就是我平时过日子吧，也挺节约的，也挺仔细的啊。钱是在我这放的，我说的也不算。你说，就比如说我家里买个电动车吧，平时是我上班去骑，再接送个孩子也没有多远，我说买个1000多块钱左右的就行呗。他就不同意，非得说要买3000多块钱的电动车。那我不觉得买个好的，是不是坐着和你和孩子能更舒服点吗？前一段换个小轿车，我说买个8万块钱的就可以，新能源电动车就行，他非得要买15万块钱的 SUV， 就说一份价钱一份货。那不也是出去开着有个面吗？咱们天天出去坐着，或者做生意谈点买卖什么的。当时我俩就是裸婚，我也没要彩礼，他答应给我买那个一套婚房嘛。我不是寻思仔细点，就是我俩不可以就是节约一套婚房吗？这现在3室1厅，连个厅都节约不下来。明白了，就在花钱上的大手大脚。对呀，这也不差那一点，那也不差一点。后来现在您工作吗？我现在是兼职。就是偶尔干点这个干点那个，就是干点临时工。就是因为孩子小还得带孩子。对对对，懂了懂了。那您接着说，后来怎么了？后来不就是婆婆过生日，她回去了，婆婆就说她的脑袋有点晕，她就领她上医院了。一检查出来是脑梗，脑梗她就搁这陪同了个半个月吧。我在家这边起早黑黑的，就是帮她盯着这个改装厂嘛，有工人干活呢嘛。当时我不也挺支持她的吗？
他出院回来了，就那个说我妈妈已经有病了，就是这个生活以后咱们1个月给他2500吧。哦。我也同意了，但是我说那给你妈妈2500，是不是也应该给我爸爸？我毕竟也是长女，我说给我爸2000也行，但他就不同意了。那我妈不是生病了吗？她身体不好，那你爸身体挺好，咱们过年过节的，是不是给他8个大红包？将来说挣钱多了，也一样孝敬他。那你妈妈平时不也有退休吗？我爸爸连个退休工资也没有。但他现在身体不是还是挺好的吗？咱们这过年过节了，咱们也都意思到位了，完事儿了呗。那你说当时你承诺说给我买回房，这也不差那一点钱，那也不差一点钱，怎么能买到这套房子啊？听懂了，这就比上了。你给家里钱，我也得给，谁叫你的承诺没兑现呢？他现在脾气好吗？对您？脾气不好啊！现在你说钱挣得多了，脾气也大了，又嫌我不做家务了，不干活了。就有一次吧，在北京回来，看到我正在那玩手机呢，因为我碗没刷了，就跟我俩吵架。我那是跟你吵架吗？我回来干完活了，本来就挺累的，然后你坐那玩手机，你回来我还得做饭，我还得收拾屋子，啥事你都让我一个人做。你这玩意儿，当时你不承诺呢，说的。我是承诺了，这你点将心比心的。你说你躺那玩手机，然后啥事还都让我做。孩子送到幼儿园接回来之后，基本上谁管？应该是这爹管是吧？他管吗？孩子都唱世上只有爸爸好。哦，他管。那您的工作是？您现在在家里主要承担的是？我因为就是生完孩子吧，体质也不好，现在就是腰也不好，就有的。您主要是休息。就是有些就身体也不允许，所以偶尔干点兼职工作，就现在。哦，我问个问题啊，没有别的意思啊，就如果他现在提出跟您离婚的话，离吗？就对您这么不好，今天诉了这么多的苦。但是我还是不想离婚，毕竟我离了吧，就这种男人。毕竟我们这么大岁数走到今天也不容易。哦，好，那我问先生啊，现在家里没老婆的话，其实也都支棱得过来，对吧？就是您一个人带着闺女什么的，这日子也能过。但是忙的时候也得需要他搭把手，因为我有时候不在家。哦，就请个阿姨，这事儿也可以做到，是吧？但是效果不一样，毕竟她是孩子妈妈嘛。哦。您现在生活的幸福吗？没有孩子之前觉得挺幸福的，但是现在有了孩子，就觉得他对孩子爱全在孩子身上了，对我不好了。平时挣钱不也给我了吗？但是买东西说哦，钱还都给您了，给我有啥用啊？我说的不算。对，我家里我挣这钱都给他，都放到他上，他支配，我不管。给我花钱也说的不算呢。那你看钱在你那，买个电动车我自己买都说的不算。你想咋花就咋花呗，还是你说了不算？这钱的密码是在谁那儿？我挣的钱都所有的钱都打到他卡上，我没有密码。他那钱是可以自由支配的。对，可以啊。那买东西就买个电动车我自己骑，我要买1000多的，他非得要买3000多的。不是你买呗，这也不节约，那也不节约，那怎么什么时候能攒这钱呢？不是，那你最后买的是3000的还是1000的呀？3000多的吗？那你为啥不买1000的呢？我俩当时在那个卖电动车那就已经就吵了，就说了，我说我要看中那个，他说这个贵的不也好吗？一份价钱一份货。你这过日子，你该省省，你该花花呀。行，接着我再问，您答应在哪儿给人买房啊？我是答应他，对，在天津给买个房子。哦，看好了吗？啊，暂时还没看好。是钱不够啊，还是没看好？不是钱不够，这不也正在干这事儿，正努力的往这边发展呢。要那面子干嘛呀？40多岁的人了，说点实话嘛，敞亮的话嘛，是钱没攒够，还是有别的想法？没有别的想法，现在钱没攒够是吧？咱全款吧，咱是没有那么多就是资金，但是就咱做个首付咱还够。就死要面子。我觉得两个人感情是最重要的，把孩子照顾好，有个温馨的家。所以压根就没想在天津买房。我们本身在老家也有房子。对呀，所以你就别说这事儿嘛。你没打算在这儿买，你就今天就敞亮，不把这话说开吗？要他对你好，还是要买房，2选1。我觉得还是两个人还是对我好一些就最重要的。所以听到这儿，大家会有一个疑惑啊，就是说这男人挣钱全都交给老婆了，家里的孩子也尽心带了，所有的家务这男人也都包揽下来了。这女人吧，管着钱还不干活，可是她却说这男人对我不好。
哎呀，我实在是想不清楚，一个男人要对女人还要好到什么程度？当时他也承诺了，要么我不能这么大岁数给他生这个孩子呀。当时说的不什么都不用我干了吗？听懂了。你这过日子不得2个人共同努力吗？啥事儿你不能说只我一个人呢。我在外边说打拼也不容易，天天。所以啊，你该呀，你该说实话的时候不说呀，该真实表达的时候你不表达呀。你可也没对。不想再离婚了吧？不想再离婚了，毕竟我已经是2婚了。这日子还得好好往下过吧？对，我还想继续。你爱你家闺女吗？我挺爱我这个姑娘的。那你以后可别说给她生的啊！让我们一起进入丘比特问卷。大姐你好。你好。我听着整个状态，我觉得您是不是稍微有一点那个产后的焦虑啊？整个状态都很焦虑。其实你在这一段关系中是有所得的，但是您看到的更多的可能是你的舍。当然，就是这个大哥他有很多他做的不好的地方，他的欺骗我们都看见。但是你已经做了这个选择，既然做了这个选择，我们要做生活的强者。你要想办法让自己开心起来，就是在这个状态下，因为本身您是高龄产妇，现在需要让自己补元气，不管是身体上还是精神上。我觉得尤其是精神上，这样的一个身心的状态，包括以后我觉得对孩子的发展成长也是不好的。不管是为了自己还是为了孩子，我觉得且不管这个男人如何，咱自己先把自己的日子给过舒服了。对，说说大哥，大哥，我整场听下来，觉得这个大姐其实也挺不容易的。是，我也挺感激的，为我生那个孩子。他既然选择了你，他接受你的一切。那你选择了他，你是不是也要接受他的一切呢？你这么爱你的女儿，那你就算为了你的女儿，你是不是应该让她有一个身心健康的妈妈呢？我刚刚上来的时候，我说天哪，他们这是老夫少妻吗？这感觉怎么差那么多？但一看不对，47岁，您真77年的呀？这事儿还有假了吗？那您为什么活得这么苍老呢？每个人都是为了生活而打拼吗？难道你不是吗？是。可是大哥，我会觉得你的生活为什么过得这么苦呢？你以为您能做了家务，给了钱，得到一个孩子就能让您的婚姻变得幸福，但我看到您根本不会过日子。
说的都比较多哈，几位老师，我其实对您意见还挺大的。我觉得首先第一点，您于女士被宠坏了。第二点，你现在慌了，因为你老公挣钱挣得比以前多了，你觉得他已经脱出了你所掌控的范围。谁拿承诺过日子呀？您要今年24岁，我不跟您掰扯这个事儿。您今年40多岁了，您还不明白吗？承诺有用吗？你被一套房子和他所给你的那些承诺，然后就撼动了啊！行，我生。现在你为什么不平衡？是因为你觉得你当初说的这些1、2、3条件你没有做到啊？但是说实话，他做到了多少？我听下来80%做到了呀。努力让自己的工资变得日益丰厚。然后家里的家务活又全揽，饭也他做。女儿说白了，为什么夸世上只有爸爸好？就证明你对孩子上的付出确实没有人家爹做的多呀。您内心的不平衡，其实根儿不在他，在你自己。你不要觉得自己吃亏了。进入一段婚姻，没有谁亏谁赢的。第2次婚姻。这个男人他不打着算盘跟你过日子，我觉得就应该要学会知足。你要从现在的生活当中寻找幸福，寻找快乐。人这一生最重要的能力就是寻找快乐的能力，而不是鸡蛋里挑骨头。您从来不从自己身上找原因，把所有的原因全部归根在这个男人他的承诺没有做到。你觉得你守着这个承诺当标杆过日子，你的日子能过得好吗？内心的不平衡，只有自己去给他找平了，而不是让对方帮你找平。来，帮帮团的老师们，我想问问这位男士啊，您当初为什么要结婚？是为了要一个孩子，还是为了要一个家？那时候我就想要一个家，那时候两人感情也挺好的。如果要一个孩子，您现在得到了；如果想要一个家，那他现在所说的那些，你多给我一点关爱，你为什么不给呢？我觉得那女士可能就是卡在了你当初承诺我了，你答应我了，但是且你没做到，所以我也想说，女士，你也心别太急，你可能当初讲的就是你房子没兑现，现在关爱也少了，然后所以你现在对我所做的一切都是你欠我的，你应该的。
但你知道，你如果这么做，你会把它往外推吗？您现在关注的应该是怎么两个人共同把生活过好。作为广电帮帮团对女士说，你不要生在福中不知福，换一个视角，其实你的世界是大不同的。你抱怨说孩子差，世上只有爸爸好，但是你换一个角度，有多少的女人是期望说父亲能多参与孩子的成长过程呢？一个男人，他白天他要辛苦的去工作，回到家里面他要给你做饭，他要做家务，他承担了所有，这是不好吗？我真的希望也祝福你们能共同努力，将平凡的生活过得开出花。谢谢老师。你凭什么欺负他，什么都要他做啊？夫妻之间不是互相扶持吗？我相信那个时候他也没少补贴你们家那儿子的钱。虽然我没问，但是我知道，孩子这么大了，这个男人天天回家做饭，他还怎么关爱你？你要把饭做了，他就有时间跟你说说情话了，你们就有时间出去溜溜了。他干了一天回来，把饭做完，你让他有什么情绪跟你啊？他做饭就让我刷碗，完了洗衣服。你不能刷碗吗？现在又嫌我懒，又嫌我也嫌你懒呀。嫌我懒又嫌我胖。我告诉你，你们这叫属于欺负人了，知道吗？干了一天的活，饭都做完了，您刷个碗怎么了？洗衣服全自动扔里不就行了吗？还得让我晾衣服啊？47岁你不心疼是吧？他有没有问过你，你们家钱都去哪儿了？没问过。我帮他问，最近给你儿子钱了吗？在我挣的这些钱里，给你儿子攒钱，准备给你儿子娶媳妇儿了吗？我帮他问。那2000块钱是给你爹要的还是给你儿子要的？我帮他问。别欺负人，差不多就得了。就是好多话不想说，您这就太过分了。你还要这个男人怎么样？当初我就看中他这一点，就对我挺好的也。那不能因为他老实你就欺负他呀。我问那几个问题，为什么你不回答呀？钱没少给吧？小金库没少攒吧？你买房是你们住还是给你儿住啊？哪有这么欺负人的呀？孩子都4岁了，还拿这个小孩说事儿啊？于老师说的特别清楚，会有问题的。这样，孩子的健康成长不利，那是你女儿吗？不想说了，有点过分了。会生活，选广电，让我们一起进入真情60秒。我希望在以后的日子里，您会多对我包容一些，珍惜一些，因为我俩的缘分吧来之不易，我挺珍惜这段缘分的。我也希望咱们能走在一起，日子越过越好，孩子健康成长，我们一起努力，把这家过得越来越好。我最后给一个建议啊，回去做你的日厨的那个厨师去。孩子反正他现在带没有问题，你挣那钱给你儿子攒着，拿一部分来贴补家用，共同去买你们的房子，别在心里盘算那小99了，没啥意思了。谢谢两位，请回吧。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我们栏目的唯一官方报名热线是0223606361，情感困惑的观众可以来电报名，不收取任何的费用，小心被骗。来吧，文老师预测一下。双出，双出，没想离婚。肯定是双出，离不开。双出。来吧，看他们自己的选择吧，请开门。快去快去快去，好好过日子吧。来来来，我们一起见证属于他们的浪漫时刻。谢谢两位啊，加油，好好过日子。最难的不都过了吗？加油，谢谢，请回。愿他们幸福，愿4岁的孩子健康的成长。来了解下一对嘉宾的基本情况。
各位请看。他现在变得特别自我，不管我说什么他都听不进去，总把我的好意曲解成恶意。他就是装老实，其实一肚子心眼儿，口口声声为了我，却从没考虑过我的感受。他对我特别霸道，说一不二，总向我发脾气。我为他付出这么多，他还不领情。他心眼特别小，爱冲动，还当面一套背后一套。我觉得和他在一起，我看不到希望。有请这对情侣，有请。男嘉宾小伦，25岁，来自河北个体；女嘉宾娇娇，25岁，来自河北，网店客服。有请两位，有请。欢迎两位哈。主任是高中同学是吧？对，高中同学。同班吗？同班，快毕业那会儿认识的。高中同学快毕业那会儿认识。对，因为他是插班进来的。哦，还是个插班生。你追的他是吧？对，我追的他。就是我们大学毕业聚会的时候，然后重逢了嘛，然后我都抓住机会了，追了几个月，然后追到手了。2年了是吧？对。好，今天来这儿是因为，就是他现在都各种看我不顺眼，就没法交流都。不是我看他不顺眼，是他变得自私又虚伪，跟以前不一样了。哟，你们俩这个都是上高度的啊！那你们俩谁先说？我先说吧。啊，你先说。我不是在北京读的大学嘛，然后我就想在北京实习。啊，挺好。然后他不乐意，他们家开个超市，他非让我去他们家打工，我不想跟他们家挂上什么钩，我想有我自己的事业。然后我就在上网的时候嘛，我就看到了一个招募的，1个月8000，就看看电脑，很轻松的一个文职，差不多就在北京。哦。然后我就动心了，我就想去那儿。但是他不乐意啊。不是主持人。他那个活儿，你说他啥也不用干，就坐着看电脑，1个月给8000，我这一听我都不靠谱啊。他去了，我肯定也不放心啊。我都把超市交给就我亲戚看着了，然后我也跟过去了。跟过去是跟着上班，还是陪他去应聘啊、招聘去了？就没事去他那个公司了解了解情况。根本就不是没事，是每天都去。刚开始第1次去的时候，我们门卫拦着他不让他进去，然后吧就围绕上客户，就非要叫我们经理。然后叫我们经理的时候吧，什么问题都没问，就直接说啊，你听说你们这儿有个岗位，每个月给8000块钱，是正经岗位还是啥岗位呀？听说你们这儿新应聘了个叫什么娇娇的，这在那儿工作怎么样啊？就点名就是我。然后我们经理一下子就看上来了，就把他请走了。请走了他好，他不走，他在那儿跟门卫拉嗑。不是，我跟经理拉，他肯定不跟我说实话呀。那我只能跟他同事或者是门卫了解情况。我其实也挺怀疑的，就凭什么1个月8000块钱什么事儿都不干？你们那到底是什么公司？我好奇的问一句。他就是一个网络公司，就是说这个台上嘛直播的时候嘛，气氛组。这气氛组是干嘛的？你卖货的时候，然后就说上架这个多好多好，就这样。哦，给8000块钱呢？也没有那么多。啊，到底给多少啊？给了我5000左右吧。哎呀，这个差距有点大啊！现在不在了是吧？不在了，我被他带回来了。就是他们经理心虚，看我总去他们公司就是了解情况嘛。行，听明白了，就把人工作搅和黄了呗，是吧？对。还有别的吗？还有就是说，我不从那个网店回来了，然后就在唐山找了一个网店的客服。哦。然后有一次，我寻思好长时间没见他了，我就去他们超市找他。他们超市找他，哎，那倒好看，他跟一个小姑娘上车了，那个小姑娘就坐在副驾驶，他俩有说有笑的。不是主持人，这个就是我客户的一个女儿，因为我超市最近扩展一个柜台，卖那个绿色农副产品。正好那个女生过来取的时候，说家里有急事儿，让我捎一段。你说客户我正常维护，你说没办法推脱呀。捎一段，他都在副驾驶，然后俩有说有笑的，给别人一看，这跟情侣差不多了都快。不是，但是我后座都装满货了。你说我不让他坐副驾驶，我让他坐车顶上。主要是这个不是这么一回事儿。哦。他跟我在一起的时候还去跟别人相亲。不是，首先这个相亲我没去，人家说没去。他去了。这个我是被逼无奈的。你去没去？先说。我真没去。没去就对了。好，你再可以说了啊。我真被逼无奈。那天有个大姨，然后她临走的时候就是拉了2句闲嗑，关心了一下我感情生活。然后我当时正好也跟她冷战，就是赌气，我都说我单身的，没对象。没想到大姨认真了啊！
那大姨都非得把她闺女介绍给我，让我俩互加了联系方式。加没加？加了。不是这得加，那客户你这个不维护，他不来了。维护。但是啊，加了之后就是互相打了个招呼，就没下文了，啥也没干。他根本就没跟我说，是我玩他手机的时候，突然间蹦出来了一个消息。我点开一看，是一个女的说：“那个咱们下次去哪儿吃饭呢？”然后我就往上翻了一下他们的聊天记录，我就看到了这个女的吧，说了一下她的姓名，然后她在哪儿，身高体重，然后还有她的照片，这不明显的相亲吗？他明显相亲，我没回呀。那他这个完全都是不对的。我其实不要求别的，就要求他跟异性保持一定的距离就好了。听懂了。这我们没办法。恋爱期间不专注，对，多虚伪呀，这行为呀。虚伪。还有啥？还爱装大尾巴狼。我有个表弟，也就刚毕业呗，就是爱跟我借点钱，我觉得也没啥，一个小孩借点钱，不是他有点不乐意了。说起他这个表弟，我都来气。你说20出头了，大学都快毕业了，他暑假往家一躺，他还连着花钱，他还没钱，然后都跟他借钱，借一回就给一回，借一回给一回。我寻思他表弟，我家里不还有开超市吗？你那超市还挺……不是我寻思出于好心，我帮帮他，就是帮他锻炼一下他表弟，就是也给他表弟点工资。然后我都一天一天教他嘛，我教了7天，这7天就教他一些简单的收银呐，其实价格是固定的，但是有时候会打折、有优惠啥的，这个需要算。然后教了7天，这7天赔的比挣的多，那我肯定不能让他弟干下去了。那怎么回事啊？是他在我们家庭聚会上，装大尾巴狼说啊，你表弟没工作是吧？去我那儿，我去教他，他连商量都没跟我商量。因为我知道我表弟啥能力，我也没想说让他掺和到他们的超市里去。你说我怎么说？我当时我说不行，我不让我表弟去，那这多不好啊，整得我们家好像怎么着似的。然后你说我表弟去了吧，没几天就整天跑我们家跟我爸妈诉苦，就好像我们家欠他啥似的。不是我这就出于好心，你看他那出于好心，你倒是好好教啊。我好好教了，然后呢，我一眼不着调，他都玩手机。行，听明白了，还有别的吗？还有的就是商量婚房的事儿，商量婚房事这个事儿更生气。都这样了，还商量婚房呢？因为这也不是什么大事儿。说婚房，就是他们家说的是买20，给我们出首付。然后我寻思以后如果有孩子的话，是不是得买个30啊？我就跟他商量这事儿来着。他说行，我感觉30也行。然后我就寻思，他已经答应了，然后我就觉得皆大欢喜了。然后谁知道啊，过2天他妈妈竟然跟我们又说起这个事儿来了。他妈妈叫我们有一天晚上去回家吃饭，还没吃上2口呢，他妈妈就开始说，那个你跟你们家商量怎么样了呀？我寻思都商量啥呀？我就瞅他，他根本就不带看我的，就在那儿干饭。我就跟他妈妈说，我说那个姨，我说商量啥呀？然后他妈说，就是商量买房子事儿啊，你们是要20还要30啊？然后我当时我要发表我的意见呢，我说我想要个30。然后他妈妈说，如果说20的话，我们俩还能给你们出个首付；要是30的话，可能有点费劲。30的话压力还比较大。你吃得了苦情，那个我儿子可不行啊。然后我就想让他帮我说话呀，我就捅了他一下，不搭理我，继续在那干饭。然后我又捅了他一下，躲过去了。不是，他俩在那吵，你说我是帮着他跟我妈吵，还是帮着我妈跟他吵，都不合适啊。本来就不是吵，就是大家和和气气的一块吃饭，一块商量一下这件事儿。其实2室3室我觉得都行，而且买房也不是小事，肯定得跟家里人商量着来。就跟他商量的，他都觉得我们跟他吵架了。那你回家跟你妈商量了吗？商量了。你妈什么意思呀？我妈就是觉得就是2室的我们压力小点，因为毕竟以后就是他家里付首付。你什么意思？我妈就是还是觉得想买2室。你什么意思？你看他总是这样琢磨不定的，就是说不清楚他自己啥意思。答应他妈的是2室。他啥意思都没啥意思，他没钱，他妈出钱，当然他妈说几室了。你糊涂呀！他已经答应我了，他已经答应我了。他答应你，他有钱吗？那他不应该跟他妈妈好好说说吗？难道非要让他妈跟我说？那我手里钱不够，那我肯定跟家里人商量啊。但家里就是现在的意见都是2室，我其实对他挺好的。你怎么对他好？就他前段时间不是想打羽毛球嘛，然后我们家附近正好有个羽毛球馆，我前2年总去，挺便宜的，确实也挺好。然后2年1500块钱。2年1500块钱。我跟你说啊，那个场地，那个网它都已经要掉了，地下那个地皮它都已经起了，因为这个我还把脚给崴了。没那么夸张，都还行。你要表达你对他好是吧？是，离家近嘛。然后他那个不是一个人去，不是还没意思。然后我还给他推荐了个搭子群，
然后说起这个搭子群，我这又长气了。他找个女搭档也行，他找个男搭档。你自己给人推的搭子群呢？你怨人家？那谁能想到他能找个男搭档啊？你说打1回球就行了，打2回球就行了，天天腻会。没有天天腻会，我们就是偶尔的时候会在一起打。正好那天我给他打电话了，他没时间，我就在搭子群里找呗。正好他也有时间，然后我们2个就一起打的球。就那地板太破了，所以我就把脚扭了。扭了以后，他就把我送到了医院里。他倒好，他知道了以后，一进病房就跟人家大吵大闹的。怪我大吵大闹，主任，我到医院，我一进病房，我都看见他搭子蹲在地上，一手扶着他脚踝，一手给他冰敷。你这事儿护士他不能干吗？但那护士说，那个既然有人陪同过来了，你们就家属或者朋友的赶紧给这个女孩敷敷。那你有对象啊？你有对象？那你也没有到那儿啊！我有对象，我第一个叫的是你，你没去啊？不是，你还说让我跟客户保持距离呢？你这都零距离了。我们怎么零距离啊？我们俩又没干啥。是一手扶着脚踝，一手扶冰袋，这没干啥。本来就没干啥呀，那你没到那儿还怪人家呗？我问你们俩干嘛的？是分手的吧？就是女生看不上男生要分手是吧？也不是。不是，那你们俩来干嘛的呀？我就是觉得这2年走过来得分手吧？我不想分手，我就想让他改变一下。改变啥呀？就为了我，就是跟以前似的，就善解人意，就是有什么事儿不要曲解我的意思。哎呀，喜欢他吗？挺喜欢他的。想嫁给他吗？那不想嫁给他的话，也不会谈婚房的事儿啊。好好说话，想嫁给人家，让其他男人摸你的脚，手折了自己不能敷啊？没有，自己能敷，但是吧，人家一让……对啊，那为什么让别的男人敷啊？你看你现在又能敷了。你今天来干嘛？我今天来是想让他就不要总那样，就是以自我为中心。他还以自我为中心，他还有自我吗？他有我想在北京实习，他非得把我拉回来，那不这样吗？我这关心你，我自我。你觉得他不拉你能在北京干多久啊？那不一定非得干那个呀，慢慢的还挺有别的工作呢。那你慢慢的，那你干嘛？你为啥听他的呀？因为我喜欢他呀，我想跟他有以后啊。那你不听我的，在超市干？但是我不想跟你们家的产业有什么挂钩。不是，以后不都咱们产业吗？你这不提前说？那就等以后结婚再说呗。啊，是。女生就是吃定这个男生了呗。我感觉他这个人有的时候挺老实的，就是对，就是你吃定他了嘛。敦厚。是敦厚是吧？嗯。行了，来吧，让我们一起进入丘比特问卷。你今年多大？我今年26了。你为什么非他不可？因为我们从高中就不错。所以你是对他有那种高中时期的滤镜吗？也不是，因为我感觉他人也挺老实的，没有什么坏心。你觉得他老实吗？他还行，挺敦厚的，说实话。他在你的概念里面这叫敦厚。我如果是你的姐姐，或者是我是你的家人，我这整场听下来，我能气死。他可以有各种各样的理由来做伤害你的事情，但是你都可以自洽的去跟自己和解，并且跟他和解。你觉得这样是对的吗？我感觉我好像对他已经产生了一种习惯，就是我感觉他在我身边挺好的。我跟你说，你对他产生习惯这个事情本身就是错的。你不应该在这个世上对任何除了你自己以外的人产生所谓的依赖和习惯。安全感是自己给的，你在情感里面不被人伤害、不被人冒犯，也是自己给的。你不能说他说我们俩在吵架，完了我跟人相亲去了，怎么接受的呢？是我接受不了，是第一点。第二点，他说你跟异性要保持距离，我没觉得他跟异性距离保持的有多好。你在自己都做不好的情况之下，你去要求他，有点双标。老师，我那是正常维护客户，不一样。我告诉你，只要你的另一半觉得他被冒犯了，他觉得他不舒服了，你在这段关系里面就是有问题的。接下来说你能战方能止战，你不要把那么多期待、时间、心思和那些咄咄逼人花在他身上。这么年轻，你不提高自己的战斗力，不提高自己的经济收入水平，你跟他去纠结什么2居3居？你什么时候自己有能力，你就不用跟他去纠结这个2居3居了，好吗？我觉得你们俩现在也不适合去聊什么结婚啊、买房啊这个事情，你们俩还是在性格上多相处相处吧，看一看是否真的合适对方。
就是先谈恋爱吧，再往后看看。男生，小事上敷衍，大事呢，全逃避。不是逃避，也是结婚最重要的事情不就是买房子吗？是买房，没说不买呀，就是商量嘛。就现在就是没有商量啊。之前商量的是粮食。等会儿没商量啊。第一个商量是你俩互相商量，第二个商量是你去跟你父母商量，不是他来商量。所以现在还在商量嘛。但是你并没有商量。如果你俩商量好了，就不会落到台上来了。还有一个，如果你能跟你父母商量好的话，你就不会让他到你家吃饭的时候，你妈直接来问他，而你那个时候一句话不说。他问你我们能不能买30的，你没说一句话，这不就敷衍吗？我没回答，我也没同意，我也没拒绝。主要是我现在给不了他一个确切的。给不了你就告诉给他，对不起，亲爱的，我现在给不了，因为我家我妈做主，我掏不了钱，我1分钱没有。我妈说买粮食，我就得买粮食。我妈说30我才行，但是我说了30，我妈不同意，我就粮食，你嫁不嫁吧？而且这房子还可能得写我家的名字，因为是我家掏的首付，最后尾款的话全得我们2个担，不就这个吗？但我说到底，核心是什么？你自己觉得能力不够，你没有办法搞定他和你之间的关系，你更没有办法搞定未来可能面对的很多的婆媳关系。你还有一个能力不够，你刚刚就一句话，你是开超市的，一个客户我不能流失，所以我告诉那个客户我单身。所以我现在说你是小事上敷衍，大事上没有原则，你大事还不敢做决定还逃避，你结什么婚啊？你拿什么结婚啊？看起来你是在为他负责，但你搅黄了他的工作。看起来你为他负责任，你想跟他结婚，但是当他跟你妈妈产生矛盾的时候，你不去调和，你躲在那儿干饭。所以男生，我觉得你现在承担不起婚姻的责任，我劝你算了。同样对女生来讲也是一样的。他很好吗？你跟他妈妈面对的时候，他帮你了吗？这是大事儿。所以你想想，你到底要嫁的一个人是个什么样的人？想清楚了，你才知道你能嫁还是不能嫁。我的话也只能跟女方说了，男方说也听不明白。以前谈过恋爱吗？谈过。以前谈恋爱的感觉跟这个一样吗？不一样。不一样，差在哪儿啊？就是没有说想过说，这么感觉好像是已经融入到了生活当中。因为以前谈恋爱我感觉挺开心的。就是2个人都挺开心的，但是现在我感觉发生了好多事儿。分手了，现在回忆一下，哎呀，那时候还挺好的，现在还不如那个呢，对不对？所以说，那按照这个逻辑的话，这个也谈不长啊。这是提醒你，第一个，有对比，才会有判断。一个房子这件事情上，就可见，原本正常沟通就好了，能买就买，不能买就不买。这边和稀泥，越和矛盾越大。今天房子，明天还有其他的彩礼、结婚的习俗、生孩子、养娃，都这么个和下去，想想，你的小心脏做好准备了没有？你的这个男朋友，目前就是个孩子，未来你们结婚在一起了。别管你们生的孩子怎么样，这又是个大儿子，时不时的给你惹点麻烦，想象一下，你能接受得了吗？这一切，我希望你看清楚。如果你没做好这个准备，说实话，有风险，想一想。男方呢，作为一个男人，从原生家庭里出来，这一切你担当不了。这一面，爹妈做着你的主，该说的又不能说，又不会说，靠小聪明来和稀泥，一次性2次性，时间长了，你的日子也不好过。婆媳关系其实男人也不舒服。从目前来看，我说实话都不够看好。你没做好准备，我相信你也承受不了。你现在没有这个能力，要不然不会惹出这么个事儿出来。所以要想走在一块儿，你们要干的事儿很多。我觉得啊，2室还是3室，这个婚房根本不重要。为啥呀？因为这婚它完全没必要结呀。你考虑他2室3室干嘛，姑娘？这不是给自己自寻烦恼吗？你到现在还在盲目的想说我要嫁给这个男人，你在想什么？
这个男人在跟你谈恋爱的时候就可以公然的去跟别的女生相亲，你还不跑？后来没去。加没加微信？聊没聊天？加了，这都是为了维护。所有的关系都是从聊天开始的，这个行为就已经可以判定为他不老实。我跟你说，这件事儿就是0和100次的区别。我再说的严重点，这就是出轨的前兆啊！因为那个时候你们2个人吵架，你就可以跟你的客户说你是单身。你们2个人明确说分手了吗？当时也跟大姨开玩笑，就俩开什么玩笑？感情的事儿是可以开玩笑的吗？也就是说，这个女朋友在你这儿就是个玩笑吗？不是，就没想到。所以你为什么要跟你的客户说你是单身？这个背后就是一个心理的逻辑。我广泛撒网，重点捕捞。我想跟所有正在谈恋爱的姑娘说一下，谈恋爱谈的是什么？不光是你侬我侬和风花雪月，谈恋爱要谈的是人品、能力、个人阅历，还有脾气、性格以及原生家庭的环境。你还没嫁进去呢，你就已经被人家妈妈要挟了，你还敢嫁进这个家吗？通过这一个细节就明白，我这个家我不能进，因为在这个家就是妈妈做主。商量上哪儿商量去？要商量早就商量完了。所以这个男人没有什么能力，也不扛事儿。所以我觉得谈到这个时候就应该谈明白了，这婚不能结。我觉得你们应该想清楚，是真的适合在一起，然后谈结婚这个事儿，还是说觉得又有高中的滤镜，然后又相处了2年多，这到这个年纪了，就好像说主要是考虑到这个年纪了嘛，就家里人也想抱孙子。那到底适合吗？你的幸福在你手里握着了吗？你都没有对你幸福的一个决定权啊，姑娘，我觉得你现在唯一的清醒做的最对的就是没有去他们家的超市上班，要不你就真的就出不来了。所以路怎么走，各位老师也说得很明白，你自己考虑。哎，大学毕业的时候的理想是什么？我想就是说有一份自己的工作，然后也是朝九晚五的，也不是很累，然后每天都跟他在一起幸福的生活，就是跟我对象在一起幸福的生活嘛。如果是这个理想，我觉得这男生没有问题啊。你说来我超市不轻松吗？不比在外面上班轻松？我不希望就是说家庭掺和的太多，我只希望是我们2个的世界。不是，因为其实你想要的生活，我把它换成另外一句话来说，我不用太努力，就能要到我想要的生活。也不是，如果说我要不用太想这套，直接去咱们超市好了。是因为我并不想去他们那儿，我不想跟他们家掺和去。你最后迟早得去嘛，你并不想去他们那儿，是不想受他们家人的管理嘛？可是你下一步走到的不就是被他们家人管理吗？但是我不想让他们家管理我呀，所以我不去啊。即使结婚以后我也不去。他就是想自己闯，但是自己还不想努力，然后还想获得高额的报酬，你说这是有可能吗？所以我说你们俩是绝配嘛，姑娘，你跟我喊什么呀？你在那儿口口声声的饭桌上跟人家母亲在谈1居室、2居室还是3居室的时候，就是要接受别人的管理的。口口声声的说我不要他们家的产业，你们家买那31厅房子，如果能买下来的话，不是人家产业啊，不是人家的买卖啊。他们家只是出了个首付，我们2个又不是我不跟他一起还贷款了，又不是让他爸爸妈妈还。哎呦，你跟我那么凶没用，还是从超市里拿钱吗？断了呢，您先生能干嘛呀？做超市，一个普通的读书的孩子去了以后，居然让这培训了7天，让这超市赔了钱了，这模式本身就是有问题的。他主要算不对账，他，因为我那个优惠就是各种形式的。到此为止，我不跟你们讨论这些问题，你们都是对的嘛？好吧，一起进入会生活选广电真情60秒。其实我来这儿，我就还是实在是走不下去了。就他现在就抽我各种都不顺眼，但是我还不想结束这段感情。我确实可能有些关心他的行为或者方式可能有些不恰当，但这些我可以为了他去自我反省、自我去改变。但我也希望他去改变一下，就是不要总曲解我的关心、曲解我的照顾。有什么事2个人互相商量来，还是希望以后能一起走下去。
对于这份爱我是比较累的，因为你在哪儿的方面都没有担当，你没有说你要想有的担当，所以我很迷茫。你呀，走吧，你也 hold 不住他。你回答老师的问题也是那么简单的，是因为到了岁数了。如果仅仅是因为到了岁数或者为了生娃你就结婚，不如不结。结婚首先得合适。谢谢两位，请回吧。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欢迎登录优酷视频、腾讯视频收看节目的完整内容。来，听听文老师怎么预测。双出，复议双出，双不出，男出女不出。嚯啊！我们看看他们自己的选择是怎样的，请开门。其实还是挺有感触的，就是人可以有各种各样的理想，我觉得只要实在做了，那个理想都是发光的。最害怕的就是把自己的人生绑在另一个人的身上，认为那是一个理想，那就可怕了。所以今天难能可贵的是，至少这两个年轻人没有用婚姻来把所谓的理想捆绑在一起，这个结局挺好的。本节目由中国广电天津公司独家冠名播出，看电视享5季，选中国广电。也要感谢电视机前观众朋友的收看和陪伴，我们下期节目再见，谢谢大家。